谁说新加坡不幸福？谁说这里压抑冷漠，只有赚钱没有生活？如果你对新加坡的印象还停留在节奏快、压力大、无聊、太现实，那你可能真的低估了这座城市。因为在2025-2026年最新发布的全球幸福城市指数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3，亚洲第1。排在前面的只有哥本哈根和苏黎世，这2座城市长期被认为是全球幸福模板。而新加坡是亚洲唯一挤进全球前3的城市，这不是网友投票，也不是主观好感度调查，而是一套长期跟踪的城市幸福评估体系。这意味着一件事：新加坡的幸福感不是喊出来的，是算出来的。很多人听到这个排名，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新加坡不是很累吗？关键就在于幸福城市指数，从来不是测你开不开心，而是测你累不累。幸福是一种很主观的感受，但在今天它也可以被定量化，让新加坡荣膺2026全球幸福城市榜单第3名的是一套被称作 Happy City Index 的评估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在于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出发，综合评估城市中普通人究竟能从住在那里得到多大的幸福感。简单来说，它并不是看城市有多少高楼、多少富有的大公司，而是关注市民的日常生活，幸福感究竟从哪里来。指数通过6大核心领域全面打分，包括教育和文化、城市治理、环境绿化、经济机会、健康福祉以及交通和流动性，总计82个细分指标。新加坡的得分特点非常明确，没有某一项极端第一，但几乎每一项都在全球前列，让新加坡的总得分高达979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一座不容易出大问题的城市，而长期稳定本身就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先说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安全感。在多项全球城市治安评估中，新加坡长期位列世界最安全城市第1梯队。以数据来看，新加坡的暴力犯罪率处于全球极低水平，枪支暴力几乎为0，公共场所恶性案件发生率长期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所以在2026年的新加坡，凌晨2点在街上跑步、下楼买东西、独自回家都是常态。这不是个别区域的特权，而是整个城市系统的默认状态。对比很多国际大城市，安全感往往和收入、社区等级强相关，但在新加坡，安全感几乎是均匀分布的。这对普通人家庭、有孩子的人来说，幸福感提升是指数级的。接下来是新加坡幸福感最核心，但最少被说清楚的一点，不是轻松，而是低心累。新加坡在城市流动性指标上得分非常高。首先是关于公共交通方面，新加坡的地铁准点率长期维持在99%左右，公交网络覆盖几乎所有住宅区，大多数通勤不需要复杂换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用每天提前1小时出门防堵车，不用反复计算时间、路线概率，你的生活节奏是可预期的。再来看环境数据，新加坡整体城市绿化覆盖率超过45%，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中极为罕见。而且重点是不是远郊景观绿地，而是社区级绿化步行道、公园网络，下楼就是公园，出门就是绿道，不需要额外消费。这种环境设计直接降低了新加坡普通人的日常情绪消耗。很多人会问，那是不是只有中产或者有钱人才会幸福？这是关于新加坡最大的误判点。误判是有钱才会幸福，但事实上2026全球幸福城市指数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对幸福感的真正定义是来自于低不确定性，而不是高收入。新加坡的幸福感更多体现在生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医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每1000人平均拥有 2.8 名医生，医疗人力配比在全球发达城市中排名靠前，比如伦敦即为 2.3， 纽约为 2.6。无论是普通诊疗还是急救响应速度，新加坡都具备高效的执行力。加上医保计划明确规范，医院服务几乎透明化，你去看病的流程清晰简洁，时间可预期，患者也不用围了。能否找到合适的病床焦虑，更不需要托关系或者经历漫长等待。类似的确定性体验还体现在教育和公共服务上。新加坡义务教育制度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公交的准点率高达96%，地铁的故障率全球最低。这种稳定的运行体系让市民每天通勤时间非常可控，
确定感是幸福感最被低估的来源。新加坡的幸福感来得平实而渗透，并且照顾到了各个阶层。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会喜欢高效的交通系统，一位拥有小家庭的父母可能最在意的是孩子能在安全、绿色的环境中上学生活。而就算是第一次踏入职场的年轻人，或者一名相对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也完全不会因为起点低而被剥夺基本的体面和便利感。所以新加坡式幸福就是让每一类人从自身关注的核心需求上都能感受到我没被忽视。再对比一下同样竞争激烈的亚洲城市，比如东京、首尔，他们也都在全球幸福城市榜上位列前10，但很多核心幸福指数仍然无法追平新加坡的优势。日本生活重视秩序，但对抗通勤压力的压迫式上班文化依然是民众的负担。而韩国近年来虽然生活便利性有所提升，但心理和社会压力仍是幸福路上的拦路虎。这样的对比更彰显出新加坡在平衡高效管理与舒适生活之间的智慧。它并不是简单的只顾工作或过于忙碌的压力城市，而是真正在每个角落为幸福感打下了基础。所以今天阿明不想带你看那些高大上的地标，我更想说的是，新加坡真正的幸福感藏在祖屋底层社区公园夜晚亮着的路灯里，藏在你哪怕只有几块钱也能被这座城市好好对待的细节里。新加坡不是完美的城市，但在2026年，它用数据证明了一件事：幸福不是情绪高涨，而是生活长期稳定、低消耗、可预期。这也是它成为全亚洲最幸福城市的真正原因。那么你眼中的幸福又是什么呢？是安全便利，还是某种发自内心的从容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深度探讨，别忘了订阅频道，关注更多内容。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